世界上最窄的海峡，退潮才会出现的一条路，还有一个容易迷路的小镇。这些听起来很像动画场景的地方，居然真的就在香川的一座小岛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米塔世界。今天我们来到小豆岛，这里除了是濑户内海里很有代表性的一座岛，也是擅长捉弄人的高木同学的故事舞台。今天就想沿着作品里熟悉的场景走一圈，但也顺便看看，如果先不把它当成动画舞台，小豆岛本身到底有多迷人。第一站，我们先来到土渊海峡。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真的会愣一下，因为平常想到的海峡，脑中浮现的通常都是很宽、很多船会经过的那种地方。但眼前这个窄到有一种，咦，这样也算海峡吗？最窄的地方只有 9.93 公尺，也因此被金氏世界纪录认定为世界最窄的海峡。所以它有趣的地方，不只是因为作品出现过，而是你真的站在这里的时候，会发现原来地理名词跟实际看到的画面可以差这么多。本来以为今天最有记忆的会是这种反差很大的地方，但接下来那一站反而更像是走进一个时间慢下来的小角落。这里就是迷路之町，光听名字就会让人有点好奇，想说这里到底是真的很容易迷路吗？还是只是取了一个很有气氛的名字而已？走了一段路，渐渐发现这里的杆子真的比想象中还要曲折。中间其实有几次真的很想直接打开地图，但又会觉得好像一导航就少了那种在杆子里乱走的乐趣。这种带一点生活感又有一点像迷宫的小感，也难怪会常常出现在作品里。总算绕出来了，走到这里肚子也差不多饿了，先去吃点东西补一下体力吧。来到香川，果然还是很难跳过战旗乌龙面。这里的面条很有弹性，咬下去的 Q 弹很明显，高汤则是偏清爽的那种，喝起来不会太重，反而有种很顺很耐喝的感觉。吃饱后整个人真的舒服很多，尤其前面走了一段路之后，这种热汤下去很有被救回来的感觉。接下来要去的地方，相信是许多人来小豆岛时第一个会想到的画面——天使之路。不过走到这里往下看的时候，第一眼其实会有一点疑惑，因为明明就是这个地方，但又会觉得好像少了什么。后来才发现，差的就是那条连接海上小岛的沙洲小径。那条路不是随时都看得到，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会慢慢从海面上浮现。所以如果时间刚好没对上，眼前的景色就会跟很多人熟悉的画面差一点点。今天比较可惜的是，我们来的时候刚好是涨潮，所以没办法看到最完整的样子。但某种程度上，这种差一点点的感觉也蛮奇妙的，因为你知道它就在那里，只是现在暂时看不到而已。这里也流传着一个很浪漫的说法，据说如果情侣牵着手走到沙洲中央，就会得到天使的祝福。也因为这样，这里后来被选为恋人圣地，所以就算先不把它当成动画场景，它本身也已经是一个很有故事感的地方。
本来以为今天最有作品感的地方可能就是这里了，但走到下一站之后才发现，真正让人有真的就是这里的感觉，其实还在后面。如果说天使之路是很多人对小豆岛最有名的印象，那鹿岛明神社就是那种会让人突然有真的来到作品里了感觉的地方。神社本身也很有历史，而且从这里看下去的海景真的很舒服。不过它最有趣的地方不只是景色漂亮而已。如果沿着周围慢慢绕一圈，尤其走到后方，就会开始看到一些很熟悉的角度，还有不少跟作品相关的细节，那种感觉很妙。因为前面一路走过来，比较像是在小豆岛上慢慢收集作品的气氛，但到了这里，熟悉感会突然变得很具体，而且现场也可以看到一些其他朝圣者留下来的痕迹，就会有一种原来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，都会想把自己也留在这趟记忆里一点点。我们回到小豆岛港口啦。如果有看过作品后面的桥段，这里应该会是那种很快就能认出来的地方。你看，连渡人本身都是作品的主题船班，真的蛮可爱的。登船之后，船内主要还是以一般的室内座位空间，但在窗口、座位区还有一些墙面的细节上，都可以看到高木同学的元素。不是那种很夸张的铺满，而是刚刚好会让人边走边发现，哦，连这里也有。如果刚好坐在窗边，还可以一边看着港口慢慢往后退。当船航海之后，小豆岛的房子、岸边，还有今天走过的那些地方，就会慢慢缩成远方的一条线。这趟小豆岛之旅跟我们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。本来以为主要会是去找作品那些熟悉的场景，但好多地方明明只是第一次来，却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。而那种熟悉感，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作品，但另外一部分也来自这座岛本身真的很有记忆点，可能是一条港子、一阵海风，或是站在天使之路前面时，那种明明知道它就在那里，却暂时看不见的感觉。如果你本来就喜欢擅长捉弄人的高木同学，那这趟旅程一定会很有共鸣。就算没有看过，小豆岛也是一个很值得慢慢走一遍的地方。这次的小豆岛之旅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